迎收睇職場制勝，我係李慧儀。港股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一日嘅成交金額有1266億。喺呢個數字入面，機構大戶嘅投資佔咗大多數，影響住股價嘅上落。所以上市公司同機構投資者嘅關係非常重要。依家就去睇下投資者關係，即係 IR 點樣擔當上市公司同投資者之間嘅重要橋樑。我記得我3年前都講咗話，嚟緊呢3年就係 IR 嘅黃金期，事實上亦都係。咁但係呢個黃金期其實唔止得3年。呢一行即係投資者關係呢一行咧係過癮嘅，因為你會見到好多人啦，你會聽到好多嘢啦。香港上市公司數目超過2000間，以市值計全球排第6。如無意外，本港今年更加有機會重奪全球集資皇家寶座。應該係從2005年開始啦。咁我哋見到有好多大型市值嘅公司咧喺香港上市。咁當呢啲大型市值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佢哋一般嚟講咧都需要比較多嗰個機構投資者嘅投資嚇，因為以往嚟講咧，香港嘅股票市場咧都係散戶為主嘅。但係今時唔同往日啦。而家主導港股成交超過一半係嚟自機構大戶。由於涉及嘅投資額大，所以對上市公司嚟講，有一個職位一定唔可以少。講緊嘅就係 IR 投資者關係部門。咁我哋見到咧，其實每日都可能都有唔同嘅我哋叫做投資者要求係見管理層嘅會議。咁以前嚟講咧，就好多時係可能係 CFO 啊，或者係董事會秘書啊會兼做嘅。咁但係當會議要求越嚟越多嘅時候咧，就唔可以兼做啦。咁所以佢哋就會另外再請一個職位，就叫做係投資者關係主管，係去負責係接見投資者咯。做過會計、股票分析嘅 Danita 對金融財經有興趣，咁所以放棄咗投行嘅工作。依家係一間上市公司嘅投資者關係及企業傳訊總監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，投資者關係咧，我嗰個職責咧係好似一個中介人咁，係一個中間人咁嘅，包括咗我哋所謂嘅基金，即係嗰啲 institutional 嘅 investors， 再加埋就係 retail， 即係零售嘅 investors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做嘅嘢只係純粹係一個係拉住兩邊，就係令到咧就係話公司嘅一啲資訊啦，係可以好公平公開，然後之後去披露。返工嘅一件事咧，就係會睇報紙，因為好多時嘅時候，我哋返工啦，其實就係大個世界一路喺度轉。咁即係變咗咧，就係話好多時就係話，就算唔係喺我呢個市場發生嘅一啲市場動態咧，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咧，佢哋都有興趣去知嘅。咁另外嘅時候就係我諗每一日都會有不同嘅會啦，會同啲投資者去見面嘅。因為我哋其實見嘅投資者咧，唔係淨係講緊喺香港嘅，好多時嘅時候係喺不同嘅地域啦，即係包括咗喺世界各地。以前投資者關係嘅工作好多時都係由財務部兼任，依家雙方就係緊密合作嘅好拍檔。每次嗰個業績公佈，我哋好多嘅資料會一齊準備，亦都會見股東嘅時候，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個團隊咁去做。例如咧，就係嗰個CFO 要將公司嘅內部信息啦，好多分析啦，要將啲資訊俾到 IR 先至可以支持佢哋去回答到股東嗰個疑問啊，同埋一啲關注嘅地方嘅。而嗰個投資者關係嘅同時咧，又要將股東嘅一啲意見啊帶翻俾佢個 CFO 啦。Danita 嘅公司從事珠寶、金飾銷售，所以金價上落會影響到投資者信心。做 IR 就要有隨時拆彈嘅準備。
當時喺差唔多2013年啦4月，咁其實個黃金咧，其實就經歷咗差唔多超過咗10年嘅大牛市之後咧，就喺4月中嘅時候就突然係差唔多急瀉咗成1成嘅，1成對於其實喺個黃金 commodity 個 price 嚟講咧，其實嗰個波動係好大嘅。咁我仲記得當時我嗰個 team 嘅人手比較少啦，咁所以咧其實係我記得係一翻嚟嘅時候個電話其實係響不停嘅，咁大家都好關注就係話個金價咁樣跌法嘅時候，究竟對於我哋黃金產品嗰個毛利會唔會一個有好大嘅壓力啦？咁所以其實變咗我哋當時就即時就同管理層啦去開會，亦都睇到一啲叫做即時嘅銷售數據啦，就會睇到雖然嗰個黃金價格啦係有一個咁大嘅波動，但係出現咗個情況咧，就係話喺店鋪就係一個黃金潮，有好多客人咧就去搶住買黃金。識得隨機應變，甚至做定預防危機措施，都係 IR 嘅工作。如果你有事鍾無艷，無事夏迎春嘅話咧，係冇人會睬你嘅。你同投資者保持緊密嘅聯繫，不停咁 update 住投資者公司嘅業務、公司嘅業績，呢樣嘢先至係點樣令到減少有咁嘅危機嘅出現。投行出身嘅 Eric， 8年前決定轉型，加入而家嘅房地產信託基金。個轉型係只不過我唔想再做銀行，咁我想轉做企業。咁因為喺投行嘅工作係面對好多人，咁亦都係比較對數比較多，寫字又比較多，咁對人又比較多，咁所以人數字呢3樣嘢夾埋，咁令到即係個 skill set 啊，咁嘅我嘅知識同埋我嘅興趣都吻合投資者關係。公司早前獲頒最佳投資者關係大獎。Eric 相信投資者關係做得好，唔單止可以令公司嘅企業管治加分，更加有助引入新資金。唔係淨係話同投資者關係打得好就夠，亦都要發掘新嘅投資者。咁希望有更加多嘅市場或者更加多嘅投資者對公司有興趣，咁先至會有多人買呢隻股票。作為投資者同管理層嘅橋梁，搞飯局、見基金經理、分析員等等，都係必須㗎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基金經理係我哋嘅股東，即係1年見1次、1年見2次，傾下交流，講公司最新嘅業務業績就得啦。有啲可能係跟得好貼嘅，每個月、每個禮拜，甚至乎有陣時每日都打電話嚟。咁當然我哋都有好多股票分析員啦，係我哋嘅即係定期會帶投資者嚟見我哋啦。除咗機構投資者之外，其實我哋零售投資者我哋都好着重，因為我哋公司比較多零售投資者嘅股東，咁所以我哋亦都1年2-3次會同唔同嘅股評人啦介紹翻公司最新嘅業績。今年港交所落實咗20年嚟最大規模嘅上市制度改革，排隊落戶本港嘅新經濟公司一間接一間，意味唔少上市公司對 IR 嘅需求會更加大。首先你個性格你都係要比較外向啲啦，同埋咧就其實我哋要travel 嘅機會咧，即係我哋要出差嘅機會係比較多嘅嚇，因為我哋要即係全世界飛去見投資者嘅，咁所以本身你要即係唔介意要四圍飛啦咁樣嚇，因為都辛苦啊，其實都譬如我哋一日可能開8個會，每個鐘頭1個會，由朝頭早可能即係8點鐘。可能已經開到夜晚6點鐘先至可以收工，咁樣中間可能甚至乎冇飯食。如果係做 road show 嘅，就基本上就夜晚嗰餐可能都係飛機上面食嚇，咁跟住你瞓醒又下一個地方要開會咁樣。做投資者關係其實要講得啦，要寫得啦，要計得啦，即係唔怕醜啦。咁所以即係對會計有一定嘅認識，中英文水平都要好，書寫能力要夠高。同埋講解嘅能力又要高，咁所以其實都幾通才。學歷、體能都有一定要求，仲要有應變力、良好嘅溝通能力。咁人工方面應該唔錯啦啩？根據香港投資者關係協會嘅資料，投
投資者關係助理嘅月薪介乎15000至2萬蚊。有2至4年相關工作經驗嘅經理職級，月薪就介乎2萬至5萬蚊。累積更多經驗晉升為高級經理，月薪有機會高達10萬。至於總監或者以上，一般需要7至10年投資者關係及管理經驗，年薪有過百萬。唔少有興趣入行嘅朋友，或者對呢一行有一個誤解，就係覺得一定要考到類似 CFA、CPA 等等嘅專業資格。有財務背景當然係會有個優勢啦，因為啲基金經理都會問數字㗎嘛，所以如果本身唔係財務背景嘅咧，咁我就會建議可能修讀翻一啲相關嘅財務課程啦。起碼你睇一間上市公司嘅我哋叫做財務報表，你識得睇會計準則，你要知道係咩嚟嘅。咁另外就亦都可以考慮嘅就係，就算你一開始唔未必係喺上市公司裏邊做一個 IR 嘅一個助理工作，你可以考慮譬如喺間上市公司裏邊做其他譬如財務嘅工作，咁你都會有機會可以轉入去 IR 部門。